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这个影片安格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颗贝丽娜，它是一颗原生种的蝴蝶兰，也非常的有香味。那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它是一个火型的贝丽娜。一般来说大家比较常见的贝丽娜呢是比较圆比较饱满的花型，那火型的贝丽娜呢，它的这个花瓣呢是比较细长一点。那在细长的情况之下，它一打开，它的这个花瓣呢就好像我们中文字的火，所以就被称为火型的贝丽娜。但是它的英文名字 Bellina 呢，它其实是叫做 Wild Cultivar， 其实就是野的意思哦，所以就是野型，他们是称作野型，那我们是火型，但是就是指这一种比较细长型的贝丽娜的花。除了它的这个形状之外呢，它的香味跟原本这种一般的贝丽娜是基本上一样的。它们两颗同时开的时候呢，我有闻过，有对比，其实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别。这一次的开花，它是从2个花梗来长花苞。那它因为有续花性，所以它的花梗在还没有黄掉之前呢，都不用剪它，它就是在每一年的花期，它就往前延伸它的花梗，然后继续开花。左边的这一颗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贝丽娜品种。等一下影片的中后半段呢，也会有这一株兰花跟其他比如说贝丽娜还有其他原生种兰花同时开花摆在一起的一些影片片段。好，那这边你就很能够看得清楚2颗贝丽娜，左边这一颗它的花型就是非常的饱满，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今天的这一颗呢，它的花就是比较细长型一点。那看起来其实如果你会中文字的话，它的这个形状真的就很像我们中文字的火这个字。那这一颗比较圆润饱满的贝丽娜呢，它也非常的香。那它比较好玩的是，它的叶子也比较圆一点。那火型贝丽娜的叶子呢，就比较稍微窄，但是细长一点。不知道这个跟它的基因有没有关系，还是说是因为营养不良我其实不太确定。那这边呢，这一株也是贝丽娜，但是它是白花的贝丽娜，就是 Alba 型的贝丽娜，所以它连它的花唇也是白色的。不过呢，它的喉咙的部分呢，一样3株都有黄色的部分，连白化的这一颗它的喉咙也黄黄的。但我特别喜欢白化的这个贝丽娜，是因为它的这个花朵的尾端还有带有一点草绿色，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兰花开花的特征。我另外有一颗兰花史塔基，它也是一样，在开花的时候呢，它的花的背面也会有一点点浅绿色、草绿色的颜色出现。那这边呢是它的另外一个开花周期了。这一次的开花周期，它的表现呢稍微逊色一点，只有来一个花梗，然后从这个花梗呢继续开了2朵花吧。那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它的这个营养没有到位，另外一种可能呢，其实就是需要对它进行除盆因为也许是根系出了问题，或者是说它的介质可能已经需要更换。虽然说是无机介质，但有时候如果我在对它进行浸泡或者是冲洗的那个步骤呢，没有做得很到位的话，还是会有就是盐分从肥料留下来的盐分的残留在这个介质里面，有时候太多的时候呢，根系也会不喜欢，就会有一些灼伤。像其实很多兰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就算是用无机介质有时候定期还是应该要做一些介质的替换
那这边呢一直到影片的后半部分呢，就会是我这些很多比较是属于 summer blooming， 就是夏天会开会香的这种原生种或近原生种兰花的这个并排在一起，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比较。有一些影片片段我在其他株兰花个别影片也有放，但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每个影片都看，所以呢我这边还是提供出来给你们做参考，以免你们其他之前的影片没有看到。好，那这边呢就是白色白花的贝丽娜，再来是我们的火型的贝丽娜。它们目前摆放的位置呢是在我架子的第3层，也就是最中间的这一层，但是也是最方便观赏的一层。它呢在我眼睛视平线稍微往下一点点就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不用抬头，我稍微低一点点头就能够看到，非常的方便。那它们呢是面向窗户，其实是蛮靠近窗的，没有在窗边上，但是呢离窗大概也就是2步的距离，2到3步的距离，所以是常常都能够接受到很多间接的明亮的阳光。会有香味的蝴蝶兰呢，大部分以我这边为例，早上7、8点有的就很有香味，然后一直到中午下午都还会有香味，但是到了大概傍晚啊，它们大部分的香味都已经非常的淡了哦。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尽量能够闻它们的话呢，最好是在早上的时候，它们的香味是最浓郁的。那这边也是有很多其他的兰花，我到时候也会找时间做他们个别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个开花的记录。那这边看到的这个是 Indigo Violacea Indigo， 左边的这一颗我手上正拿起来的呢是Violacea 的 Cerulean， 就是紫罗兰比较淡紫色一点的这个 Violacea 荧光蝴蝶兰。那右边的呢是荧光蝴蝶兰，但是是 Indigo 品种，所以是比较是军蓝色紫蓝色。这个呢也有右边的那颗比较紫红色，也有 Violacea 在青本里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谁也有这一株火型的贝丽娜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